不知道是不是马克罗斯的热度断崖式下跌，还是因为万代终于拿到版权的原因。最近刷购物网站的时候，发现铁飞机的价格都掉得离谱。还记得超时空要塞德尔塔开播那会儿，为了 VF31J 专门跑到日本1455背回来2台，如今这价格美得不敢看。当年2000多抢破头的 VF25，如今连着背包也只要这个价。VF29更是自从年初我收了到现在也没涨过。于是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31AX 降到如此的价格，这不比连前期都抬不起来隔壁的死神强太多。于是果断入手。本来也不想分享的，毕竟做飞机评测，大家都会去看萌兔，没有差异化的东西的话，看的人会很少。所以我现在基本也不拍高达类、假面骑士类的题材。但这次的 31AX 真的以它的性价比感动了我，全身大面积涂装一印，新一代的变形结构和技术，造型上来说也是除了19系列我最喜欢的。所以想着出个详细完整的视频，给各位想入坑铁飞机的玩家，现在正是入手 DX 超合金最好的时候。说回 VF31AX， 作为机场版轻点的6代机，本来以为只是 31J 换个涂装，但从膝盖的起落架就能发现，和之前还是有一些变化的。整个涂装质感都比之前好不少，前掠翼也改成了后掠翼，整体我都觉得比之前良心。不过总感觉机身上的缝隙也变得更大了，尤其是机头的部分，导致一体感有点糟糕。配件里只给了一个坐姿的疾风小人，涂装还算得上不错，就是放大的话满脸马赛克，其他方面除了重量好像轻了一点外，表现都可圈可点。那么看完了 F 形态，接下来就到了变形环节。折叠尾翼，打开翼下的盖板，将腿部解锁，向前折叠到90度，膝盖处拉伸，脚踝处也向外拉伸并向后摆。向前折叠膝盖到 G 形态经典的逆足关节造型，这里注意膝盖夹与大腿处蹭漆，将手臂与机翼分离，稍微要用点力，调整压抑，将整条手臂向前翻折，这个地方要小心炮管的蹭漆，这个地方并不能折到底，要注意。接下来旋转整个大臂180度，将炮管向前翻折，将手摆正，然后盖上小臂的装甲。侧面能看到炮管折叠后的毛损，记得要用力按进去固定。压翼连接的是肩部，这个部分有一小段的拉伸关节，一定要记得将它拉出来后再向前旋转，这里是很容易蹭漆的。接下来把炮管折叠到背后，将背后的货柜解锁，然后向前翻折。货柜的侧面是用来装龙3那把加农炮的，所以可以向侧面展开。之后拿出这把敌人技术那偷来的加农炮，卡榫对准货柜的钩子就能插进去，然后继续翻折连接部位，将炮管调整，最后展开这个炮的拉伸机构，调整一下其他的部位就完成啦。变 G 形态的过程算得上很流畅了，也没有什么卡不紧松垮的地方。而且 VF31AX 的 G 形态真的很好看，尤其那对竖起来的压翼和头顶货柜补充的造型。但我怎么记得以前哪个飞机的 G 形态腰部是能翻出来的，然后 G 形态下就能转腰，怎么现在没有了？手肘弯曲时还有一个小装甲遮盖，不过默认给的这个可动手是真的拉垮，食指和其他手指头的造型不一样，也不能弯，跟抽筋了一样。这个手型也不能握枪，难怪给了这么多的造型手，光是食指伸出来的造型就给了2对。当然也少不了经典的敬礼手，以及常规的开掌手、握持手以及握拳手。手臂处还有个小玩法，将我们的小臂夹展开，可以看到里面的内钩和卡榫。我们可以将 31AX 的美工刀折叠起来，然后卡在这个手里的卡槽上，就能做到收纳的还原。G 形态玩完了，咱们来变 B 形态。首先将主翼和尾翼折叠起来，然后将主翼向上翻折起来，把 G 形态的脚掌缩一段回去，膝盖的拉伸也要收起来，然后将2条腿捋直，把机头翻转向内，机头下段的盖板打开。原盖板两侧有2根桩收纳，把2根桩都抠出来，解锁腿部与机背部，注意这里有段要拉伸出来，机头还有一段要翻折解锁，然后将下面的一段做180度的翻折，让机头与有桩的这一段做一个折叠收纳，不过这里没有卡扣固定。回到正面，将2侧的 fold 水晶抬起，将胸甲的盖板从里面抠出来，这时候头部就能从下方被顶出来了。接下来将头部扭正，头部的里面有一个固定件要翻折出来，然后对准头部脖子的空洞部分插进去，翻过来就能看到这个固定部分变成了衣领，还是挺巧妙的。然后是把整个胸部上半段折叠，压在机头上面盖住，用力按下去让毛损处卡紧，
最后剩下的机翼部分，首先将2个线位弯折的零件往下折，接着就能弯折整个机翼的后半部分。角度正确的话，背部应该会有卡扣扣住胸部后端，这样上半身就稳定。最后的最后，拉出大腿根部关节，变形就完成了。总的来说 ，B 形态变形相比 G 形态来说，稳定性差了太多，很多地方很繁琐，也很容易蹭掉漆。但看在人形这么帅的情况下，我就勉强原谅他吧。不过该说不说，老 B 果然是做机器人的。B 形态不仅帅，可动也不错，劈叉只有30度，不过这本来就不是 VF 的强项。来看看这个完全齿轮关节的前踢，这个齿轮比 VF25的球头关节真的是天顶星科技级别的进步。当然，屈膝也是齿轮关节，也有接近120度的屈膝幅度。通过将机翼固定在胸部，腰部也得以做出了平转的关节，左右都有接近75度。腰部甚至还有前后弯腰，注意这里可不是变形的关节，如果解锁的话，估计范围更大。然后是这颗重新设计帅爆的头，也有抬头望天、低头看地级别的经验可动。由于变形的关系，脖子也变得非常灵活。手臂也因为变形的缘故，除了没有蝴蝶肩的前伸，什么超过90度的平台啊、150度的曲肘啊、大臂平转都手到擒来，可动完全不输人形模型。而为了照顾外八 G 形态的大腿平转，在这里也成为可动的一部分，非常优秀。最后做个总结，我认为1100就能拿下 VF31AX 真的性价比十足。经过万代多年迭代的 DX 超合金系列，制作水准、设计等方面都已经非常棒了。除了 F 形态下的大缝，我真想不出其他不买的理由。没有导狗真是好呀，啥时候高达也能不涨价哟，